大家好，我是奥兰多房地产经纪人许丽。在我们房地产行业呢，有一句老话，就是说一个房子最重要的3个要素，它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买房如何选一个好位置。海外置业是一个热门话题，我自己在美国，那么别的国家我就没有发言权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在美国的各个城市之间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选择。首先第一点，你的预算决定了你的选择范围。当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小窍门就是比较一下各个城市或者各个州之间的人口正增长率。在美国，各个州的税收和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不同，而个人和企业在各个州之间的搬迁也是非常的灵活和自由的。那么一些发展的比较好的州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口来入境。当然，你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地区的人口正增长并不是主要由高的出生率而导致的，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少见，但是在美国的犹他州就是这样子的，主要是因为当地居民大部分是摩门教，他们每个家庭平均孩子的数量要高于美国人均水平的50%以上。那么大家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买的这个城市人口是在正增长的呢？不用担心，像这种利好消息，不管是你的卖房经纪人还是当地的政客都会不停地鼓吹，所以你只要买的这个地方人口是在正增长，一定有人会在卖房的过程中告诉你的。那么大家看完房了之后，很可能就会问，我这个房子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大符合美国的国情。我即使回答了你，也不能解决你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美国，除了纽约市之外，这种大城市之外呢，大部分城市它都比较小。那么我们所说的洛杉矶也好，迈阿密也好，其实指的都是一个大都会的概念。就拿奥兰多大都会来说吧，它包含了奥兰多在内的17、18个不同的小城市，而整个大都会南北东西它的跨度也不过是1个小时的车程而已。我们在城市和州之间还有一个行政单位叫做 county， 很多人把它翻译成县或者是郡，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误导性的。大家可能就觉得又有城市又有县，那我这个房子是在市里还是在县里？实际上它这个 county 是在城市之上州之下的一个行政单位，它更近似于一个地区的概念。而在美国，它的城市规划是非常成熟的，每一个社区它规划的时候都会做相应的社区规划。所谓的社区配套就包含了像公立学校、公路、医院以及社区商业网点等等。而我们在奥兰多地区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些社区，其实也并不在奥兰多市内。这么复杂，你怎么能够知道你买的这个房子位置好不好呢？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你要看一下它的交通是不是便利。在美国，除了少数有地铁的城市之外，大部分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私家车，所以这个房子周边有没有高速公路就非常重要。那我个人的标准呢，一般是这个房子在5到10分钟之内可以上高速，而且这个高速要和其他的主干线交汇贯通。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这个房子不可以离高速太近了。如果你在房子里面可以看得见高速的话，这就太近了，这样子对房子日后出租和出售都不利。除了交通便利，还要看一下房子周边的社区配套是不是完备。那么我们所说的社区配套呢，就是说公立学校、医院、买菜的超市，以及说你这种看牙医的小诊所，是不是能够在20分钟不用上高速的情况下就能开到。我们刚才说到了美国的城市规划是非常成熟的，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社区配套不完备的情况呢？说白了，也就是住宅房的开发和社区配套的开发可能在时间上有滞后。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在佛州买的第一套房子是在2011年初，我当时选房子呢，就是在429号高速和特派高速之间呢选这一小块地方。我家的社区当时还是有新房在建的，还是有地块可以建新房的。但是因为2010年、2011年是美国次贷危机的低谷，当时基本上所有的就是建设基建都已经停止了。所以我家虽然说是买菜非常方便，过了马路就可以到，但是其他的社区配套就比较少，就算喝杯星巴克也要开个30分钟才能到。但是因为这个房子交通便利，临近高速，所以等到经济复苏之后呢，它也是首先一片被再开发的地方。
等到我们2018年卖这套房子的时候，社区周边的这些配套，不管是吃饭也好，购物也好，都已经非常的方便。当然，房子的价格也就随之水涨船高了。经常会有新手买家问我们说，这个房子是在白人区还是黑人区？你们奥兰多地区的华人区在什么地方？但是美国的 Fair Housing 法案，它保护各种族人的平等权益。如果回答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被认为是有 steering 的倾向。任何一个持执照的经纪人都没有办法合法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对这个房子的治安以及这一片的发展前途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请经纪人帮你调查一下当地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而这些数据呢，在房地产经纪人全国协会的 RP2 软件里面都有详细的收录，它包含了全国各地的总数据和信息数据。任何一个持照的经纪人都可以帮你做一个详尽的报告。大家看这些数据的时候，记得和当地州的平均水平做一个比较，这样更有参考性。我们国人都是对学区房有蜜汁一样的迷恋。确实，一个好的学区一般是当地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总体汇总体现。但是大家对学区确实也有不少的误区，这里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常见到的3个误区。误区1，只看评分。那么在美国公立学校呢，是由当地政府通过统一考试来衡量的。在佛罗里达地区，我们评级标准是 A、B、C、D。那么大家经常看到的10分制呢，实际上是第三方组织，它第三方非营利组织做的一些评级。我们暂且不说这些评分靠不靠谱，我们就先聊一聊这个国情上的差别。在中国，你可以通过高考的高成绩进清华北大。但是在美国，你是绝对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个好的 SAT 分数去进名校的。第2个误区就是拿这个学校跟全世界的学校做一个比较。实际上，如果你买的是一个出租房产，你的租客根本不会在意波士顿的学校要远远好于他的这个学校，他只关心在他上班范围之内哪一个学区是最好的。所以你如果买的是投资房的话，你就应该更注重看当地政府的评级以及当地居民对这个学校的口碑。第3个误区就是觉得买了学区房我就能上这个学校。在美国，如果你住在这个学区并且持有合法身份，你是可以上公立学校的。但是有一些地区，包括加州的一些地区，它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是有要求的。如果孩子的英语水平没有达到学校认为可以正常学习交流的这个能力，他们会要求学生去上一些有英语辅导课的学校。而我听很多加州的经纪人反馈说，这种英语辅导课在好的学校里一般都没有的提供。所以如果你买房是为了解决孩子就学问题，一定要记得在看房之前就把这个问题和你的经纪人沟通清楚。说到社区，我们再来聊一聊门禁小区吧。如果大家看了我们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聊到了独栋别墅、联排别墅和公寓它们的区别，特别是大家可能记得我们聊到了持有成本，特别是物业管理费上的差别。那么门禁小区它肯定要比没有大门的小区持有成本要更高一些。如果你的大门还配有了24小时门卫的话，那么持有成本体现在物业费上当然也就更高了。所以说在奥兰多地区，很多一些比较小的小区是根本没有办法负担24小时门卫的，它这个公摊到每个人家的这个费用实在太高了，这个房子也没有人敢去买。那么大家就会担心说，这个小区如果没有大门的话，是不是安全呢？实际上，一个小区是不是安全，一个社区是不是安全，跟有没有大门完全没有关系，它主要还是看这一片的治安。说白了，还是那句老话，看当地的收入和教育水平。那么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奥兰多市所在的橘郡，从2004年之后，政府就禁止开发商建没有24小时门卫的门禁小区。主要原因呢，就是为了防止在飓风断电的情况下，大门关了，救护车、救火车进不去的这种尴尬的局面。那么像大家所耳熟能详、非常喜爱的温德米尔市呢，它就在橘郡，它在过去10年里新建的小区基本都是完全开放的，也没有影响到它的出租和销售。如果你买是自己住的房子，并且对这个问题比较介意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考虑在自己家里装24小时的保安监控系统。像 ADT 这样的公司在美国非常普及，而且作为业主，你对费用
和这个合同期限也有更大的控制，不像说你买了一个门禁，你的物业管理费就只能买单。那么现在小区选定了，要不要多花20%的预算去买一个水景地块呢？那么大家可能知道，在美国买新房的话，你的总价有3部分，一部分是基础户型价，一部分是地块加价，最后一部分呢就是升级包的装修价。那么如果你是买自住房的话，我就不帮你做这个主了，只有你能自己决定要不要多花这个钱。但是如果你是买投资房的话，要不要多花20%的预算去买一个水景地块呢？如果是做出租房，一个水景出租房，它肯定要比别的房子租得更快，价格能租得更高一些。但是能不能高20%这么多，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么日后你出售的时候，肯定也更容易卖，但是能多卖多少钱，这个完全要看你这个水景地块有多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块升级和室内装修的升级，对你日后出售出租的回报率是完全看情况的。比如说你如果是出租房的话，你升级的钱是花在了把公共区的地毯换成了地瓷砖，那对你日后的收入回报就非常有帮助。但是如果你是升级了灯具或者是其他的五金件，这个投资回报率就非常低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具体看，我建议你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跟自己的经纪人多沟通。一个有经验的经纪人是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帮你做，是可以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具体的推荐的。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希望我们的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期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在美国如何选一个适合你的经纪人。如果大家对哪一个话题比较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在留言栏里帮我们点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